隆，一道惨白的闪电撕裂了江海市昏沉的天空，雷声紧随其后，震得地面都在颤抖。暴雨像无数条鞭子，狠狠抽打着这座刚刚沦陷不到24小时的城市。位于城郊的红星纺织厂，大门紧闭，上面沾满了黑红色的血手印。3号仓库内，空气里弥漫着陈旧的棉絮味和一股令人作呕的腐烂腥气。沈宇靠在堆积如山的布匹后面，胸口剧烈起伏。他推了推鼻梁上那副斯文的金丝眼镜，镜片上沾了一滴雨水，折射出他此刻冷静的有些过分的眼神。哪怕是被逼到了绝境，他那身昂贵的定制西装依然扣得整整齐齐，连领带夹的位置都没有丝毫偏移。作为曾经掌控着数千人生杀大权的大厂人力资源总监，体面是他的底线。后，货架的另一端传来了一声低沉嘶哑的喉音，一只穿着蓝色工装的女丧尸正拖着扭曲的左腿，一步步向这边挪动。她的半张脸已经没了，露出了惨白的颧骨，剩下的那只眼球浑浊灰白，死死盯着沈宇藏身的方向。那是这间工厂原本的女工。沈宇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百达翡丽。下午3点14分，如果是在昨天，这个时间他应该坐在恒温24度的办公室里，听着下属汇报裁员指标，手里端着一杯刚磨好的蓝山咖啡。但现在，唯一的观众只有眼前这个急着想把他生吞活剥的怪物。这届安保真是不行。沈宇轻声叹了口气，顺手抄起了旁边一把沉重的裁剪剪刀，连这种无证闯入的人员都放进来。女丧尸似乎闻到了活人的气息，突然加速，她那只完好的腿猛地蹬地，整个人像一颗炮弹般扑了过来，速度之快，完全违背了人类肌肉的生理极限。沈宇瞳孔微缩，身体本能地向左侧一滚，刺啦！丧尸锋利的指甲划破了对方的布匹，几卷厚重的牛仔布轰然倒塌，将他压在下面。但这仅仅阻挡了他1秒。丧尸疯狂地挥舞着双臂，布匹被撕得粉碎。他张开那张挂着碎肉的嘴，对着沈宇的小腿狠狠咬下，距离太近了，沈宇甚至能闻到他嘴里那股浓烈的恶臭。他没有尖叫，没有慌乱，而是面无表情地抬起右脚，皮鞋狠狠地踹在了丧尸的下巴上，咔嚓，骨裂声响起，丧尸的下巴歪到了一边，但他根本感觉不到疼痛，反而借着这股力道，死死抱住了沈宇的腿。松手！沈宇冷冷地说道，举起手中的剪刀，对着丧尸的眼眶就要扎下去。就在金属尖端触碰到丧尸皮肤的前一秒，一道冰冷的电子机械音毫无征兆地在他脑海中炸响。检测到宿主精神波动符合，极度理智特征，末世资本家系统 Super Factory Owner 正在激活成功。检测到可并购资产，低阶丧尸，损耗率30%，是否发动技能？资产并购。沈宇的手悬在了半空。作为一个资深的高管，他对并购这个词有着近乎本能的敏感，这是他的金手指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甚至是带着一丝职业性的狂热。他立刻在脑海中下达了指令并购。指令确认，请宿主将手掌贴合目标额头，保持接触5秒。警告：接触期间若中断，将遭受精神反噬。5秒。在平时，这只是喝一口水的时间，但在丧尸的嘴边，这就是生与死的界限。脚下的女丧尸正在疯狂挣扎，她的指甲已经刺穿了沈宇的西裤，嵌进了肉里，鲜血渗出，更加刺激了她的胸型。沈宇眉头都没皱一下，他猛地扔掉剪刀，整个人合身扑上，膝盖死死顶住丧尸的胸口，左手卡住她的脖子，右手掌心不由分说地按在了她满是尸斑的额头上。后，丧尸感受到了某种威胁，发出了刺耳的尖笑。他拼命甩动头部，那张血盆大口距离沈宇的手腕只有不到2厘米。别乱动！沈宇的声音低沉而充满威严，就像他在会议室里训斥不听话的实习生。正在办理入职手续，严肃点。并购进度20。丧尸的力量大得惊人，沈宇感觉自己像是在按住一台失控的震动马达。他的眼镜滑落到了鼻尖，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在丧尸灰白的眼球上。并购进度40。啪！丧尸的一只手挣脱了压制，带着腥风扫向沈宇的脖颈。沈宇头一偏，那只利爪在他的脸颊上划出一道血痕，他连眼睛都没眨，按在丧尸额头上的手纹丝不动，仿佛焊死在那上面一样。想杀我，你也配！沈宇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在这个吃人的世界，比丧尸更可怕的是他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家。并购进度80，丧尸的挣扎力度开始减弱，他那双浑浊狂暴的眼睛里竟然出现了一丝迷茫和呆滞，那种嗜血的本能正在被某种强制性的规则覆盖。并购进度100，丁，资产并购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第1名员工，资产编号6.001，当前职位普工临时，忠诚度锁定，绝对服从。所有动静瞬间消失，仓库里死一般的寂静，只剩下窗外轰鸣的雷声。沈宇大口喘着气，缓缓松开了手，身下的女丧尸不再咆哮，也不再试图撕咬，她僵硬地躺在地上，灰白的眼珠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，原本狰狞的面孔此刻竟然显得有些呆板顺从。沈宇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领，捡起地上的眼镜重新戴好，他又变回了那个斯文败类般的精英。站起来，他试探性地发出指令，地上的女丧尸立刻有了反应，她机械地弯曲膝盖，动作僵硬却迅速地站直了身体，双手垂在身侧，像个等待检阅的标兵。甚至因为他那条断腿站不稳，他还努力地调整重心，歪歪扭扭地保持着平衡。沈宇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，随着他的注视，一个半透明的数据面板浮现在丧尸头顶，代号6.001，种族丧尸，变异初期，力量25，常人10，耐力无穷，不知疲倦，敏捷15，智力01，几乎没有，技能撕咬、找鸡，维护成本0，无需食物，无需薪水，无需社保，状态左腿骨折，需维修，饥饿，不影响工作，
看到维护成本0。这一行时，沈宇的嘴角控制不住的扬起了一个弧度，那是发现金矿的笑容，那是哪怕在华尔街最贪婪的交易员脸上都看不到的纯粹的喜悦。不需要吃饭，不需要睡觉，不需要工资，甚至不会抱怨加班。沈宇喃喃自语，眼神越来越亮，仿佛在欣赏一件完美的艺术品。这也太美妙了，这哪里是怪物，这分明是梦寐以求的完美劳动力，是工业革命以来所有资本家做梦都不敢想的终极耗材。向后转，沈宇再次下令 No. 001，立刻转身，动作因为腿上踉跄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沈宇皱了皱眉，工伤待岗，精神可嘉，但效率太低。他环顾四周，这里是纺织厂的成品仓库，角落里堆放着几十台还没来得及发货的老式脚踏缝纫机。这种老古董不需要电力，完全靠人力驱动，在这个电力瘫痪的末世，简直就是废物。但现在，去坐到那台缝纫机前面。沈宇指了指最近的一台机器 No. 001，拖着残腿，乖乖地挪过去，一屁股坐在满是灰尘的凳子上，把脚放上去，两只灰败的脚掌踩在了踏板上，踩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密集的机械撞击声瞬间在空旷的仓库里响了起来。No. 001的双腿就像不知疲倦的活塞，踏板被踩得飞起，飞轮转动的甚至带出了残影，没有停顿，没有呼吸紊乱，速度恒定的可怕。沈宇走到他身后，拿起一块废弃的牛仔布，试探性的推到针头下，哒哒哒哒，针头疯狂上下穿刺，虽然走线歪七扭八，完全没有美感，但那股子劲头简直惊人。只要稍加训练，形成肌肉记忆。沈宇推了推眼镜，镜片反光一闪而过，他看到的不是一只在踩缝纫机的丧尸，而是一条即将在末世里崛起、永不停歇的流水线。很好，沈宇拍了拍 No. 001那冰凉的肩膀，尽管那里有一块腐肉沾到了他的手上，他也没有丝毫嫌弃。好好干，在这个厂里，你的福报才刚刚开始。就在这时，砰砰砰，仓库那扇巨大的卷帘铁门突然发出了剧烈的震动，外面的撞击声密集如雨点，伴随着无数渴望血肉的嘶吼声。显然，刚才的雷声和这里的动静吸引了附近游荡的狮群。铁门上几个凸起的印记越来越深，门锁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吱呀声。听声音，外面至少有20只。如果是普通人，此刻已经被吓尿了裤子，或者正疯狂寻找后门逃生。但沈宇没有动，他转过身，看着那扇摇摇欲坠的大门，脸上没有恐惧，只有一种招聘会上 HR 看着大批求职者涌入时的那种挑剔和兴奋。系统，他在脑海中问道，我的精神力上限是多少？还能签几个？宿主当前精神力等级 LV， 剩余签约名额9。提示：可通过消耗金和升级扩容。9个。沈宇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，名额有限，得优中选优啊。他走到仓库角落，那是原本工人们用来休息的茶水间。他从工具箱里翻出了一把长柄扳手，掂了掂分量，然后又找了一卷红色的封箱胶带，在地上拉出了一条直线，那是面试等待区。砰！铁门终于承受不住压力，锁扣崩断，卷帘门哗啦一声向上弹起半截，暴雨裹挟着腥风灌了进来。黑暗中，无数双猩红贪婪的眼睛亮起，一只体型魁梧的男性丧尸率先从门缝里爬了进来，他穿着破烂的保安制服，嘴里还在咀嚼着半只断掌。紧接着是第2只、第3只，他们看到了沈宇，那个鲜活的、散发着热气的人类，就站在仓库中央，手里拿着一把扳手，脸上挂着温和得体的微笑。大家不要紧，排好队。沈宇的声音在雷雨声中显得格外清晰，带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从容。不想死的，我不对，不想连死都死不安生的，就一个个进来。他举起扳手，指了指那个领头的保安丧尸，那个穿保安服的，我看你身体素质不错，过来面试。保安丧尸愣了一下，似乎没理解这个猎物的反应，但嗜血的本能驱使他发出一声咆哮，猛地扑向了沈宇。沈宇没退，他迎着扑面而来的恶臭，主动伸出了左手，资产并购之手启动。这哪里是末世求生，这是一场充满血腥与暴力的恶意收购。那个身穿保安制服的丧尸显然没想到食物会主动伸手，他咆哮着张开满是獠牙的大嘴，腥臭的唾液喷了沈宇一脸。就在他的牙齿即将触碰到沈宇手臂的瞬间，沈宇手中的长柄扳手猛地向上一顶，咔！坚硬的金属精准地卡在了丧尸上下颚之间，像个嚼子一样强行撑开了他的嘴。保安丧尸愤怒地挥舞双爪，试图抓烂眼前这个人类的胸膛。沈宇眼神一冷，左手死死握住扳手维持控制，右脚猛地踹向丧尸的膝盖窝。丧尸重心不稳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趁着这个间隙，沈宇那只戴着金戒指的右手狠狠按在了他布满青筋的额头上。别乱动，面试中，注意仪态，资产并购启动。保安丧尸疯狂挣扎，指甲在沈宇昂贵的西装袖口上划出几道口子。沈宇却像一座雕像般纹丝不动，眼神聚焦在虚空中的进度条上。5秒，漫长的像一个世纪。并购成功，获得员工 No. 002，职业保安，特长力量D级。沈宇松开手，一脚踢开丧尸嘴里的扳手，原本狂暴的保安丧尸瞬间安静下来，虽然依旧面目狰狞，但他乖乖地垂下双手，站在了沈宇身后，和那个跛脚女工并排而立。门口的空隙里，第3只、第4只丧尸正像蠕虫一样挤进来。No. 002，去堵门。沈宇甩了甩手上的血珠，冷冷下令，按住下一个，别弄死了，那是你的新同事。保安丧尸发出一声低吼，仗着生前的一身蛮力，直接冲向卷帘门，一把掐住正往里钻的一个秃顶丧尸的脖子，硬生生把他拖了进来，按在地上摩擦。秃顶丧尸拼命反抗，却被保安丧尸死死压制。沈宇闲庭信步地走过去，弯腰按头，恭喜入职。5秒后，秃顶丧尸加入了队伍，
这一幕如果被外人看到，绝对会吓得精神错乱。原本令人闻风丧胆的丧尸群，此刻就像流水线上的死猪，被一个个拖进来，按住盖章，然后乖乖站到墙边排队。第5个、第6个，沈宇的脸色越来越苍白。每契约一只丧尸，都需要消耗他的精神力，那种感觉就像是连续加了3天3夜的班，脑仁都在突突直跳。当第10只丧尸，一个穿着外卖服的小哥乖乖站好后，沈宇踉跄了一下，扶住了旁边的货架，脑海中传来警报：精神力已达临界值，当前名额10。门外还有10几只丧尸在嘶吼拥挤。沈宇扶了扶眼镜，眼中的贪婪瞬间变成了冷酷的杀意。既然没有编制了，他捡起地上的那把长柄扳手，对着 No.002 指了指门口：关门，剩下的全清理掉，记住，爆头，别弄脏了我的地板。10只丧尸员工瞬间动了，他们像一群被设定好程序的杀戮机器，扑向了原本的同类。没有痛觉，不知疲倦，哪怕胳膊被咬掉一块肉也毫无反应，只知道执行老板的命令。扳手敲碎头骨的闷响声接连不断。10分钟后，仓库大门重新关闭，并用几根钢管死死卡住。地上多了10几具真正的尸体，黑血流得满地都是。沈宇坐在高高的货箱上，手里拿着一瓶刚才搜出来的矿泉水，优雅地喝了一口，俯视着下方。10个员工身上挂着碎肉和脑浆，整整齐齐地站成一排。他们中有男有女，甚至还有个缺了半边耳朵的老头。虽然大家形象差了点，但胜在听话。沈宇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，擦了擦额头的虚汗。现在开始上岗培训。他跳下货箱，走到那一排落满灰尘的老式缝纫机前。这些机器原本是这间工厂淘汰下来的废品，但它们的传动结构依旧完好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们的下半部分连接着一个巨大的飞轮。沈宇拖出一台备用的工业发电机，这是工厂为了应对限电准备的。原本需要柴油驱动，但现在油箱早就干了。他熟练地拆掉了发电机的外壳，找来几根坚韧的皮带，将缝纫机的飞轮和发电机的转轴强行连接在一起。改装很简单，甚至有些粗糙，但原理很硬核。只要有人疯狂踩动缝纫机踏板，带动飞轮高速旋转，就能通过皮带带动电机发电。如果是人类，踩个10分钟就会力竭，但眼前这些是永动机。No.001 到 No.010全部入座。10只丧尸动作僵硬地走过去，坐在了缝纫机前，脚放上去，20只灰白的脚掌踩在踏板上，开始工作。沈宇打了个响指：这是你们的第1个 KPI， 谁停下来，我就把谁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。虽然丧尸听不懂复杂的威胁，但他们能感知到沈宇精神连接中传达的绝对指令：动起来，死都不能停！哐当哐当哐当，仓库里瞬间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金属撞击声。10只丧尸同时发力，大腿肌肉紧绷，踏板被踩得几乎要飞出去。飞轮疯狂旋转，皮带摩擦发出刺耳的啸叫，连接在镜头的发电机发出了一声沉闷的轰鸣，随即开始剧烈震动。沈宇走到墙边的电闸前，深吸一口气，猛地推了上去。滋滋，头顶那一排巨大的工业探照灯闪烁了几下，下一秒，刺眼的白光瞬间撕裂了黑暗，将整个昏暗腥臭的仓库照得亮如白昼。光芒甚至透过高处的排气窗，像利剑一样刺破了外面的雨幕。沈宇站在强光下，张开双臂，看着那10个不知疲倦、疯狂踩着踏板的背影，脸上露出了陶醉的神情。这就是工业的美感，这就是剥削的艺术。仓库外200米，泥泞的废墟街道上，一个穿着紧身黑色冲锋衣的女人正在暴雨中狂奔。她浑身湿透，右臂上缠着的一块纱布已经渗出了鲜血，手里紧紧握着一把卷刃的战术匕首。她是苏红，前维和部队退役狙击手。呼呼，苏红大口喘息着，肺部像火烧一样疼。在她身后不到50米的黑暗巷道里，密集的脚步声和嘶吼声正紧追不舍。那是城里的尸潮，他已经逃了整整3个小时，弹尽粮绝，体力透支，前面是一片死胡同，只有几座废弃的工厂。该死！苏红绝望地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。难道今天真的要死在这里？就在这时，前方的黑暗中突然亮起了一束强光，那光芒如此耀眼，如此稳定，在大停电的死城中显得格格不入。那是电灯的光，有电就意味着有人类聚据点，甚至可能有官方的救援队。苏红原本灰暗的眼神瞬间爆发出求生的光彩，她咬紧牙关，压榨出身体里最后一丝潜能，朝着那束光的方向冲了过去。那是红星纺织厂的3号仓库。她冲到仓库门前，用力拍打着冰冷的铁门。开门！救命！我是幸存者，后面有尸潮。没有人回应，只有里面传出的奇怪而密集的哐当哐当声，听起来像是什么巨大的机器在全速运转。身后的嘶吼声越来越近，苏红甚至能闻到风中传来的腐臭味。求求你们！苏红绝望地喊道。咔嚓，侧面的一扇小铁门突然弹开了一条缝，一个戴着金丝眼镜、西装笔挺的男人站在门后，他手里端着一杯不知从哪弄来的速溶咖啡，身上干净的像刚从写字楼里走出来。苏红愣住了，在这种末世地狱里，怎么会有这么体面的人？沈宇低头看了看狼狈不堪的苏红，目光快速扫过他紧致的大腿肌肉和满是老茧的手掌。系统面板跳出提示，检测到高价值人类目标，职业特种作战人员，价值极高，适合安保队长。HR。沈宇推开门，侧身让出一条通道，脸上挂着职业化的微笑。这位女士，看你骨骼清奇，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公司面试？包吃包住。苏红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进了那扇小门，咔嗒，身后的铁门迅速合拢，一道沉重的门栓被狠狠插上，仅一门之隔，外面丧尸的抓闹声和嘶吼声依然清晰可闻，像是指甲刮擦黑板般令人牙酸。但好歹那些吃人的怪物被挡住了。苏红靠在门板上，身体顺着冰冷的铁皮滑落，她大口喘息着，肺部的灼烧感让她几乎想要呕吐，手中的匕首因为脱力，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活下来了。她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和血水，刚想抬头感谢那个好心人，下一秒她整个人僵在了原地，瞳孔骤缩，心脏猛地停跳了一拍，在刺眼的工业探照灯下，
10个身影正整整齐齐地坐在2台缝纫机前，他们穿着破烂的工装，浑身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尸臭，有的后脑勺还在往下滴着飞血，有的半张脸都被啃烂了，但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，踩缝纫机，哒哒哒哒哒哒，那种密集的、机械的、不知疲倦的踩踏声在封闭的仓库里回荡，震耳欲聋，连着缝纫机的发电机发出嗡嗡的轰鸣，维持着头顶那不科学的光源。这是一座丧尸工厂。苏红觉得自己的世界观崩塌了。他在维和部队见识过各种残酷的战场，见过尸山血海，但从未见过如此荒诞、如此疯狂的画面。喝口水吧。一个温和的声音在头顶响起。沈宇递过来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，另一只手还拿着那杯冒着热气的咖啡。他站在光影交界处，金丝眼镜反射着冷光，整个人干净的与这个环境格格不入。苏红没有接水，他猛地抓起地上的匕首，强撑着站起来，刀尖颤抖着指向沈宇，背靠着大门退了一步。你是什么人？这是什么邪教仪式？沈宇挑了挑眉，抿了一口咖啡，纠正一下，这是沈氏重工的第一条生产线，我是老板沈宇。他指了指那些正在疯狂蹬腿的丧尸，他们是我的员工，虽然长得丑了点，但胜在踏实肯干。疯子，你是个疯子！苏红咬着牙，眼角的余光死死盯着离他最近的一只丧尸 No.010，那个外卖小哥。那只丧尸的眼球挂在眼眶外面，随着踩踏板的动作一晃一晃，看起来随时会掉进飞轮里。小心点，那位女士。沈宇完全无视了他的刀锋，语气平淡地提醒道 ：No.010刚刚入职，情绪还不太稳定，你手里的刀晃来晃去，会影响他的工作效率。话音刚落，后正在工作的 No.002保安丧尸似乎闻到了苏红身上新鲜伤口散发出的血腥味，他猛地转过头，脖子发出咔吧一声脆响，那双猩红的眼睛死死锁定了苏红，喉咙里发出了渴望的低吼，双脚离开踏板想要站起来。苏红全身肌肉紧绷，匕首瞬间横在胸前，坐下。沈宇头都没回，只是冷冷地吐出2个字。刚才还凶相毕露的 No.002身体像是触电一般剧烈颤抖了一下，随即他脸上露出了极为人性化的恐惧表情，虽然那张脸已经烂了一半，立刻把屁股挪回凳子上，双脚重新踩上踏板，哒哒哒哒，他踩得比刚才更快了，仿佛在用这种方式赎罪。苏红彻底看傻了，言出法随，控制丧尸，正如你所见。沈宇转过身，看着苏红还在流血的手臂，这里的安保系统还在建设中，既然你闯进来了，我们谈笔交易如何？他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好的A4纸，还有一支万宝龙钢笔，递了过去。我看过你的身手，虽然狼狈，但在那种尸潮里能跑出3公里，说明你的体能和爆发力都是 S 级的。我看你也不像是那种想被外面那些东西分着吃掉的人。苏红警惕地瞥了一眼那张纸，原本以为是什么卖身契或者邪恶契约，结果上面印着5个黑体大字，入职申请表，甚至还有一栏写着试用期3个月。你在开玩笑吗？苏红感觉荒谬到了极点。外面世界都毁灭了，你让我填入职表？正因为世界毁灭了，秩序才更珍贵。沈宇推了推眼镜，我这里有电有水，仓库里还有足够吃3年的压缩饼干和罐头，作为交换，我需要一个懂安保、会杀人的主管。他指了指苏红流血的手臂，而且我这里有抗生素和止痛药，如果你不签，我也不会杀你，我会把你请出去。沈宇指了指那扇依然被丧尸抓挠的大门，我相信外面的那些求职者很乐意和你深入交流一下。苏红沉默了，这是阳谋，赤裸裸的威胁，要么死，要么给这个疯子打工。他看着沈宇那双毫无波澜的眼睛，在那里面看不到一丝对末世的恐惧，只有某种令人胆寒的精明算计。如果你能控制他们……苏红深吸一口气，声音沙哑，为什么还需要我？因为控制他们很累。沈宇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，而且他们脑子不好使，只能干体力活。我需要有人帮我管理秩序，处理一些技术性的麻烦，比如清理垃圾。沈宇指了指角落里那10几具被打爆脑袋的尸体。No.002他们只会杀，不会买，搞得车间脏兮兮的，不符合5S 管理标准。苏红嘴角抽搐了一下，他收起匕首，一把抓过那瓶水，拧开盖子猛灌了一口，清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流下，让他重新找回了活着的实感。我叫苏红。他抓过钢笔，在申请表上潦草地签下了名字，然后在指印栏里直接按着自己伤口的血，狠狠摁了一个手令。很好。沈宇满意地收回表格，顺手从旁边的架子上扔过去一个急救箱。欢迎加入沈氏重工。现在，苏主管，处理好你的伤口。半小时后，把地上的尸体拖出去，扔到后门。扔出去。苏红正在缠绷带，闻言皱眉。那会引来更多丧尸。沈宇笑了，那笑容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森然。引来才好。这几台机器，他拍了拍发烫的缝纫机，快要不够用了。与此同时，距离红星纺织厂500米外，一家名叫惠民超市的小型商超2楼，厚重的窗帘被拉开了一条缝，一个满脸横肉、左脸有一道长刀疤的光头男人，正举着望远镜，死死盯着雨幕中那座闪烁着亮光的仓库。他是这一片的恶霸，人称刀疤哥。末世爆发前就是个放高利贷的，手里养着几个打手。末世爆发后，他第一时间抢占了这家超市，甚至还杀死了几个试图进来避难的邻居。大哥，看啥呢？一个小弟凑过来，嘴里叼着半截火腿肠。电。刀疤哥放下望远镜，贪婪地舔了舔嘴唇。那边的厂房里有电，而且那个灯光这么亮，绝对是大功率发电机。小弟眼睛瞬间亮了。大哥，那咱们这边的发电机早就没有了，这2天冷的老子睡不着觉。刀疤哥摸了摸腰间别着的一把自制土枪，眼中凶光毕露。那个厂子以前就是个破纺织厂，没什么人。刚才我看见有个娘们跑进去了，估计里面没几个硬茬子。他回过头，看着屋里另外4个正拿着西瓜刀和铁棍的手下，都给老子精神点，抄家伙！刀疤哥一脚踢翻了脚边的空酒瓶。等雨停了，咱们就摸过去，把发电机抢过来。那个仓库归咱们了，男的杀了，女的留下。是，大哥。
一群人兴奋地嚎叫着，在他们眼里，那就是一块挂在嘴边的肥肉。此时的刀疤哥完全不知道，他即将面对的不是一群待宰的羔羊，而是一座已经挂牌营业的黑心血汗工厂。雨势稍减，但天色依旧黑得像墨汁一样。红星纺织厂内气氛有些诡异，苏红已经处理好了伤口，换上了一套神宇找出来的深蓝色工装。作为前特种兵，他的适应能力极强。此刻，他正拖着一具无头尸体的脚踝，面无表情地往后门走去。经过缝纫机区的时候，他还是忍不住多看了2眼。那10只丧尸依然在踩踏板，只不过 No.005 那个秃顶大叔似乎有点因为大腿腐烂而力不从心，踩踏的速度慢了下来。突然，神宇手中的平板电脑发出了一声刺耳的警报，那是系统面板的提示音。神宇正坐在一把老板椅上，从厂长办公室搬来的，手里翻看着一本生产管理学。听到声音，他立刻抬头，目光冷冷地锁定了 No.005。005号转速低于标准值20。神宇站起身，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根橡胶警棍。他走到那只丧尸身后，毫不客气的一棍子抽在他的后背上，啪一声闷响。虽然丧尸没有痛觉，但这一击附带了神宇的精神震慑。No.005 浑身一抖，喉咙里发出委屈的呜咽声，仿佛被老板抓住摸鱼的社畜，立刻疯狂加速，哪怕大腿上的烂肉被磨得直往下掉，也不敢再停。看到了吗？神宇转头看向刚拖完尸体回来的苏红，这就是管理，哪怕变成了鬼，也得讲究个多劳多得。苏红嘴角抽搐，他有什么得？你给他发工资了吗？我给了他存在的价值。神宇理直气壮，如果不在这里踩缝纫机，他现在正在外面淋雨，或者被其他丧尸啃得只剩骨头架子。我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工作环境，这就叫企业关怀。苏红张了张嘴，竟然无言以对。这个男人的逻辑闭环简直无懈可击，黑心的浑然天成。就在这时，咚，前门的方向传来了一声沉闷的巨响，紧接着是卷帘门被暴力撬动的声音。神宇和苏红同时神色一凛，苏红迅速从腰间拔出匕首，身体下意识地紧贴墙壁，压低声音：有人撬门，听声音不止一个，手里有工具。神宇看了一眼手表，凌晨2点，看来我们的第一批客户上门了。神宇并没有惊慌，反而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袖口。苏主管，作为安保负责人，你有什么建议？关灯。苏红眼神凌厉，我们在明，敌人在暗，关了灯，我能在3分钟内解决他们。驳回。神宇淡淡的说道。为什么？苏红急了，开着灯我们就成活靶子了。关了灯，我的生产线就停了。神宇指了指那连着电灯的发电机，一停电，丧尸就会狂暴失控，到时候先死的不是入侵者，是我们。这就是简易改装的弊端，没有蓄电池，现发掘现用。而且，神宇走到控制台前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。谁说我们要躲？他按下了旁边的一个红色按钮，那是工厂原本的广播系统。滋，电流声在寂静的夜里炸响，把正在门口撬锁的刀疤哥一伙人吓了一大跳。紧接着，神宇那充满了磁性，仿佛深夜电台主播般的声音，通过大喇叭传遍了整个厂区，甚至传到了外面的街道上。各位深夜造访的朋友，欢迎来到沈氏重工，本公司目前正在进行封闭式生产，暂不接待访客。如果你们是来求职的，请排队填写表格；如果是来抢劫的，广播里的声音停顿了一下，带着一丝戏谑，建议你们看看身后。门外的刀疤哥手里拿着撬棍，听到广播愣了一下，随即骂骂咧咧：装神弄鬼，兄弟们，给我把门砸开，里面肯定只有一个人。老大，旁边的小弟突然颤抖着拉了拉他的衣角，你看窗户。刀疤哥下意识地抬头，只见仓库高处的几扇排气窗上映出了10个诡异的影子，那些影子正在疯狂地抖腿，而且伴随着那种密集的哒哒哒声，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扑面而来。砰！卷帘门终于被撬开了一道半米宽的缝隙。刀疤哥不想管那么多，直接把枪管伸进去，都不准动，打劫。然而迎接他的不是尖叫，也不是求饶，而是一张惨白的穿着保安制服的大脸。No.002 早就蹲在门口等候多时了，他看到伸进来的枪管，灰白色的眼珠转了转，然后猛地伸出枯瘦的大手，一把抓住了滚烫的枪管。什么玩意？刀疤哥大惊，下意识扣动扳机，砰！一声枪响，子弹打穿了 No.002 的肩膀，黑血飞溅。但 No.002 连晃都没晃一下，他根据神宇刚才下达的死命令，任何没带工牌进来的生物都是原材料，猛地向后一拽，巨大的力量直接把刀疤哥整个人从门缝里拽得失去平衡，脑袋狠狠撞在铁门上。刀疤哥惨叫一声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卷帘门突然哗啦一声被人从里面拉了上去，刺眼的强光瞬间射出，晃得门外的几个小混混睁不开眼。光芒中站着一排身穿蓝色工装的身影，他们手里拿着扳手、锤子，甚至还有一把巨大的裁缝剪刀。他们皮肤青灰，獠牙外露，嘴角挂着诡异的咸水。最恐怖的是，他们胸前都别着一个手写的纸牌子。沈氏安保站在最中间的神宇，双手插兜，站在丧尸群后方，犹如一位指挥交响乐的指挥家。小的们，神宇轻轻挥了挥手，加班时间到了。妈呀，丧尸会武术！不知是谁惨叫了一声，随后是金属管重重砸在肉体上的闷响。一个小混混挥舞着钢管，狠狠砸向冲在最前面的 No.005 秃顶大叔。这一棍势大力沉，直接把 No.005 的锁骨砸塌了一块。换做活人，这一下早就疼得满地打滚了。但 No.005 连眼皮都没眨一下，反手抡起手里的管钳，砰的一声砸在了那混混的膝盖上。咔嚓，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响起，混混抱着腿倒在地上，发出杀猪般的嚎叫。还没等他爬起来， No.005 已经扑了上去，不是咬，而是用那只冰冷的大手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，把他按在泥水里。这根本不是战斗，这是单方面的碾压，没有痛觉。不知恐惧的丧尸员工拿着扳手和锤子，像是一群只会执行指令的杀戮机器，顶着刀砍棍砸，硬生生把这群平时作威作福的恶霸逼到了死角。砰砰！刀疤哥红着眼，对着冲过来的 No.002 连开2枪，子弹打在 No.002 的肚子上，炸开2团黑血，肠子都流出来了一截。但 No.002 只是低头看了一眼，
仿佛只是工服弄脏了一样。随后抬起头，脸上挂着那一半僵硬的烂肉，咧嘴露出了一个恐怖的笑容。他猛地前冲，一把攥住了刀疤哥握枪的手腕，咔吧，手腕被生生捏碎，土枪掉落在地，刀疤哥疼得面容扭曲，另一只手试图去拔腰间的匕首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黑影从侧面闪过，那是苏红，她像一只猎豹般窜出，一脚踹在刀疤哥的脖窝处，紧接着一个标准的擒拿手，将刀疤哥那颗光头狠狠按在了充满了机油味的水泥地上，冰冷的匕首瞬间抵住了他的喉结。别动！苏红的声音比雨水还冷，再动就割了你的气管。战斗结束的比预想的还要快，不到3分钟，原本嚣张跋扈的5个暴徒，此刻全部趴在地上，每个人身后都站着一只流着咸水、手持凶器的丧尸。仓库里重新恢复了死寂，只剩下外面哗哗的雨声和伤者痛苦的呻吟。沈宇跨过地上的血水，皮鞋踩得哒哒作响。他走到被压在地上的刀疤哥面前，弯下腰，捡起那把掉落的土枪，嫌弃的用手帕擦了擦上面的污渍。做工太粗糙，容易炸膛。沈宇随手把枪扔进旁边的废料桶，然后蹲下身，看着满脸惊恐和冷汗的刀疤哥。刚才就是你说要把男的杀了，女的留下。刀疤哥浑身颤抖，看着周围那一圈死盯着他的丧尸，心理防线彻底崩塌。大哥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不知道这是您的地盘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放了我把超市里的物资全给您送来。物资？沈宇推了推眼镜，轻笑一声，你觉得我现在缺那点过期的面包吗？他站起身，环视了一圈地上跪着的5个人，这几个人虽然受了伤，但这身横肉一看就是平时没少抢好东西吃，体格比那些干瘪的丧尸强多了，尤其是那个刀疤哥，200斤的体重，绝对是个搬重物的好手。系统面板适时弹出，检测到低价值人类俘虏 X5，建议处理方式转化为丧尸员工，成功率100；转化为人类奴工，需消耗食物，但可执行复杂指令。沈宇摸了摸下巴，把他们变成丧尸太浪费了。丧尸虽然听话，但脑子不好使，像分类、组装、精细打磨这种活干不了。工厂要发展，既需要牛马，也需要技工。苏主管，沈宇转头看向苏红，在。苏红手里的匕首依然死死抵着刀疤哥的脖子。去库房找点铁链和脚镣来。沈宇淡淡的说道，给这几位新来的实习生带上。地上的小混混们一听不用死，刚想松口气，沈宇接下来的话却让他们如坠冰窟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是沈氏重工的人类实习生，没有工资，没有社保，每天工作18小时，包1顿饭。沈宇竖起一根手指，工作内容很简单，搬运尸体，清理下水道，修补围墙，还有给我的丧尸员工们擦洗身体。什么？一个小混混惊恐的大喊，给丧尸洗澡？我不干，你杀了我吧！沈宇没说话，只是对着身后的 No.002 扬了扬下巴。No.002 立刻上前一步，那双沾满脑浆的大手直接抓住了那个小混混的脑袋，像提小鸡一样把他提了起来，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咬下去。啊！我干，别吃我！小混混吓尿了裤子，哭喊着求饶。沈宇挥挥手 ，No.002 有些遗憾地松开了手。这就对了。沈宇拍了拍手，眼神变得无比冷漠。记住，在这里，死亡不是终点。如果你不好好干，我会把你变成他们的一员，让你连死都没法休息，只能永生永世的在这踩缝纫机。这番话比任何酷刑都有效。刀疤哥看着那些不知疲倦还在空转的机器，想象着自己烂着半张脸坐在那里的样子，一股寒气直冲天灵盖。老板，我们干，我们一定好好干。刀疤哥磕头如捣蒜。半小时后，工厂焕然一新，那扇被撬坏的卷帘门已经被重新加固，甚至还焊上了几根钢筋。5个新进的人类实习生脚上带着沉重的铁链，正在苏红的皮鞭监视下苦逼的用拖把清理着地上的血迹，而那10个丧尸员工则在沈宇的指挥下重新做回了工位。No.002 肚子里的肠子塞回去，拿胶带缠一缠，别影响市容。沈宇一边指挥，一边检查着发电机的数据，电压稳定。随着人力的增加，工厂的运作开始步入正轨。他甚至让2个实习生去把后面仓库里的存货都搬了出来，那是几百件积压的羽绒服和保暖内衣。现在的天气越来越冷，这些东西很快就会成为硬通货。沈宇坐在老板椅上，给自己泡了一杯热茶，随手打开了那个有点接触不良的老式收音机。在这个通讯断绝的时代，无线电波是唯一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。滋滋沙沙，一阵刺耳的电流声后，一个疲惫却严肃的女声从广播里传了出来：“这里是江海市临时指挥中心。重复，这里是江海市临时指挥中心。”正在干活的苏红动作一顿，猛地抬起头，甚至连那几个正在刷地的混混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竖起了耳朵。受未知病毒影响，本市已全面沦陷，幸存者请注意，请立即前往城西体育馆避难所，那里有军队驻守，提供食物和水。苏红眼中闪过一丝希望，城西体育馆那里果然有官方基地，但沈宇却只是冷笑了一声，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。广播里的声音继续说道：“特别提示，前往途中请避开市中心医院、商业步行街等高危区域。另外，据侦查小队回报，部分感染者出现了2次变异特征，体型巨大，力量惊人，请幸存者切勿与其正面冲突。”听到这里，沈宇敲击桌面的手指突然停住了。2次变异，体型巨大，力量惊人。他的眼睛在金丝镜片后微微眯起，闪过一丝猎人看到极品猎物的光芒。现在的 No.001 到 No.010虽然听话，但毕竟只是普通丧尸，力量也就比常人强那么一点点。踩缝纫机还行，要是真遇到大规模尸潮或者重型设备搬运，效率还是太低了。就像一家工厂，光有普工不行，得有特种设备。苏主管，沈宇关掉了收音机，转过椅子看着苏红。苏红正有些激动。老板，我们是不是该去体育馆？那里有军队。去，当然要去。沈宇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望着城西的方向。雨已经停了，黎明前的黑暗最为浓重。不过不是去避难的，
他回头露出了那个标志性的资本家微笑。听说那边有几个高级人才正在游荡，咱们公司正好缺几个搬重物的叉车工，得去把他们挖过来。苏红愣了一下，随即感到背脊发凉。别人听到变异丧尸躲都来不及，这家伙居然想去抓来当叉车用。准备一下车，沈宇整理了一下西装，从墙上摘下一把备用的消防斧，那是他给外勤准备的公文包。天亮出发，去人才市场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了稀薄的云层，照在满目疮痍的江海市大道上。路两旁的商店橱窗破碎，汽车横七竖八地撞在一起，有些还在冒着黑烟。街道上随处可见游荡的丧尸，他们像漫无目的的孤魂野鬼，在寻找着活人的气息。一辆改装过的重型依维柯货车正轰鸣着撞开路障，在满是残肢断臂的马路上狂飙，车头上焊接着狰狞的铲斗和钢刺，那是昨晚那几个实习生连夜加班赶出来的杰作。驾驶座上，苏红紧握方向盘，神情紧绷，时不时还要猛打方向避开那些实在撞不动的废弃公交车。沈宇坐在副驾驶，手里拿着一张从加油站顺来的城市地图，正在用红笔在上面勾勾画画。老板，前面就是十字路口，左转通往体育馆，直行是市中心。苏红扫了一眼后视镜，后车厢里除了堆满的物资外，还坐着5只丧尸，这是沈宇带出来的外勤小组，包括那个保安No.002，剩下的5只留在工厂里继续踩缝纫机发电，由刀疤哥他们看守。当然，沈宇走之前给刀疤哥他们喂了慢性毒药，其实是维生素片，骗他们说如果不听话就没有解药，3天必死。那几个蠢货现在估计正一边哭一边给丧尸擦汗。左转，沈宇头也不抬，广播里说体育馆外围有变异体，我们先在外围转转。你真的要抓变异体？苏红还是觉得疯狂，那种东西一巴掌就能拍碎这辆车，风险越高，收益越大。沈宇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，普通的丧尸也就是个干电池，用久了还得换。变异体那是核动力，抓一只顶100只。正说着，车身猛地一震，后路边突然冲出一群丧尸，试图扒住车门。苏红面无表情的猛踩油门，改装过的车头钢刺瞬间将几只丧尸撞成了肉泥，黑血喷满了挡风玻璃，雨刮器哗啦哗啦的刮着，发出一道道浑浊的痕迹。注意保护车辆损耗。沈宇心疼的皱眉，这车还要开回公司的，别撞坏了水箱。就在这时，咚一声巨响，仿佛晴天霹雳，整个依维柯的车身猛地向右倾斜，差点侧翻。紧接着，一个巨大的黑影从旁边的一座2层小楼上跳了下来，重重地砸在马路中央，挡住了去路。苏红急踩刹车，轮胎在柏油路上磨出刺耳的尖笑声，车子在距离黑影不到5米的地方堪堪停住。那苏红瞪大了眼睛，声音发颤。那是什么？站在车前的是一个身高接近3米的巨人，他浑身的皮肤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青紫色，肌肉像岩石一样隆起，每一块肌肉纤维都仿佛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。他的右臂尤其粗壮，简直像是一个大号的工程锤，上面还缠绕着一些断裂的铁链。这是一只典型的力量型变异丧尸，也就是广播里提到的大力鬼。后，大力鬼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，声浪震得车窗玻璃嗡嗡作响。他抬起那只巨大的右臂，对着旁边的一辆报废轿车随手一挥，呼砰！那1吨多重的小轿车竟然像玩具一样被他拍飞了10几米远，撞在墙上变成了一堆废铁。苏红脸色煞白，倒车，快倒车！这东西不是人力能抗衡的。他挂上倒档就要跑，然而一只手按住了他的手腕。沈宇，他看着那个恐怖的怪物，眼睛里没有恐惧，反而亮得吓人。那种眼神，就像是一个老色鬼看到了绝世美女，又像是一个收藏家看到了稀世珍宝。多完美的三角肌！沈宇喃喃自语，喉结滚动了一下。这要是去搬运钢材，一次能扛2吨吧？这得省多少叉车油费啊！你疯了吗？苏红尖叫，他会把我们拍成肉酱。苏主管，停车！沈宇解开安全带，整理了一下领带，我要去面试他。你还没等苏红阻止，沈宇已经推开车门跳了下去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腐臭味。大力鬼看到了这个渺小的人类，在他的感知里，这只是一只稍微大一点的虫子。他愤怒地咆哮着，迈开大步冲了过来，每一步都踩得地面震动。沈宇站在路中央，显得如此单薄，但他没有退。系统面板在他眼前疯狂闪烁红色警报，警告目标危险等级1级，警告目标力量远超宿主承受极限，建议立即撤离。撤离！沈宇嘴角勾起一抹疯狂的弧度，这么好的员工，错过了可是要遭天谴的。30米、20米，大力鬼举起了那只巨大的右臂，像泰山压顶一般砸了下来。那恐怖的风压甚至吹乱了沈宇的发型。就在那只巨手即将把他拍成肉泥的瞬间，沈宇动了，但他不是逃跑，而是利用这一瞬间的空隙，猛地向前一个滑铲。正如他在职场中总能精准地找到漏洞一样，他精准地从大力鬼的胯下滑了过去，然后迅速转身，猛地跳到了大力鬼那只还没来得及收回的后背上。大力鬼显然没料到这只虫子这么灵活。他愤怒地扭动身体，想要把沈宇甩下来。沈宇死死抓住大力鬼脖子上缠绕的铁链，整个人像块狗皮膏药一样贴在他宽阔的背上。别动，我要看简历了！沈宇大吼一声，右手猛地按向大力鬼那光秃秃的后脑勺，额头摸不到，后脑勺也凑合。接触确认，检测到高阶资产，力量型变异体，并购难度极高，预计耗时15秒。15秒！沈宇骂了一句脏话。平时的普通丧尸只要5秒，这玩意儿居然要翻3倍，这就意味着他要在一条狂暴的疯牛背上坚持15秒不被水飞。后，大力鬼感觉到了精神上的弱气，他彻底暴走了。他不再拍打周围，而是发疯一样向后撞去，想要把背上的沈宇撞死在墙上。砰！他的后背狠狠撞在一根电线杆上，水泥电线杆应声而断。咳！沈宇喷出一口鲜血，感觉5脏6腑都移位了。
要不是系统强化过他的体质，这一下他就成肉饼了。并购进度20。老板，苏红在车里看得心惊肉跳，他咬牙举起手枪，对着大力鬼的膝盖连开数枪，子弹打在肌肉上，只溅起了几朵血花，根本无法穿透那厚实的肌肉纤维。大力鬼更加狂暴了，他伸出大手向后背抓去，那只手掌巨大无比，直接抓住了沈宇的一条腿。咔吧，剧痛袭来，沈宇感觉自己的腿骨快断了，但他死死咬着牙，右手像焊死了一样紧紧贴在他的脑袋上，眼神狰狞的比丧尸还可怕。想辞职没门，违约金你付不起。沈宇嘶吼着，精神力全开，疯狂地冲击着大力鬼那混乱的大脑。并购进度60。大力鬼抓着沈宇的腿，把他整个人从背上扯了下来，举在半空，准备狠狠摔在地上。此时沈宇的手臂已经伸到了极限，指尖依然顽强地勾着他的脑袋。给我签！沈宇双眼充血，精神力在这一刻爆发到了极致。并购进度90、99。就在大力鬼即将把他摔下的那一瞬间，100。叮，并购成功！恭喜宿主获得稀有精英员工。画面定格，那只即将砸向地面的巨大手臂，硬生生停在了半空中，离地面只有不到10厘米。大力鬼那双原本狂暴血红的眼睛，瞬间变得清澈呆滞了起来，那种要毁灭一切的暴力气息，像是潮水般退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憨厚。沈宇被倒吊在半空中，鼻血滴落在柏油路上。放我下来！沈宇虚弱地说道。大力鬼歪了歪巨大的脑袋，仿佛听懂了指令，他小心翼翼地把沈宇放在地上，甚至还用那只巨大的手指轻轻帮沈宇拍了拍西装上的灰尘。虽然他的力道稍微大了一点，差点把沈宇拍个跟头。苏红坐在车里，嘴巴张成了 O 型，手中的枪啪嗒一声掉在腿上。他看到了什么？那个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怪物，现在正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一样，乖乖地蹲在那个斯文败类面前，任由他数落。沈宇扶着车门站稳，擦了擦嘴角的血迹，看着眼前这个庞然大物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他掏出一支记号笔，在那满是肌肉的胸口上郑重地写下了3个字 ：No.001。之前的号业绩不行，降级为普通员工。沈宇拍了拍大力鬼那比他还粗的大腿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新的号，工位在仓库搬运区。吼！新人号低低的吼了一声，声音里竟然带着一丝讨好。沈宇转过头，看向目瞪口呆的苏红，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走吧，苏主管，有了这个起重机，我们可以去体育馆旁边的建材市场进货了。进货？对啊，沈宇指了指号，这么大的块头，不让他扛几吨钢筋回去修围墙，岂不是浪费？苏红看着那个正在试图给自己挠痒痒的3米巨怪，突然觉得在这个末世里，最可怕的果然不是丧尸，是资本家。那辆经过改装的重型依维柯发出一阵不堪重负的哀鸣，原因无他，新入职的搬运部经理，那个身高3米的变异体No.001，体重实在太惊人了。他蜷缩在露天的后车斗里，每一次呼吸，车身都要跟着颤3颤。沈宇甚至不得不让他手里抱着2箱备用的矿泉水，美其名曰配重平衡。半小时后，城西体育馆宏伟的轮廓出现在视野中。这里原本是江海市的地标建筑，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幸存者营地，外围拉起了2道铁丝网，几个瞭望塔上站着手持公弩和燃烧瓶的守卫。而在体育馆正门前的广场上，聚集着数百名衣衫褴褛的难民，他们被挡在铁丝网外，正苦苦哀求里面的人放行。求求你们，让我们进去！我有孩子，我有钱，我有金表，让我进去！然而，守在门口的一群纹着纹身、手里拿着砍刀的暴徒，只是肆意地大笑着。他们是占据这里的猛虎帮。滚远点！今天的入场费是2个1级金盒，没有就滚去喂丧尸。一个染着黄毛的小头目一脚踹翻了一个拿着金项链的老人，唾了一口：“这破玩意儿，现在连个馒头都换不到，老东西！”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且富有节奏感的汽车喇叭声突兀地穿透了嘈杂的人群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难民和暴徒同时回头，只见一辆挂着红星纺织厂横幅用床单写的钢铁怪兽，正以此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冲过来。然后在距离人群10米的地方，来了一个极其嚣张的漂移刹车，滋啦，轮胎冒烟，稳稳停住。车顶的大喇叭里突然响起了一段令人怀念到想哭的超市促销音乐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沈氏流动超市开业大酬宾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全场死记。在这个连喝口干净水都要拼命的末世，居然有人开着车来搞促销。车门打开，沈宇整理了一下领带，踩着一块崭新的红地毯，刚铺的走了下来。他手里拿着一个扩音器，脸上挂着标准的商业微笑。各位早上好。沈宇指了指身后的车厢，本店经营范围包括红烧牛肉面、火腿肠、自热火锅，以及他打了个响指。苏红黑着脸从车里搬出了一个巨大的泡沫保温箱，揭开盖子，一股白色的冷气冒了出来，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10几罐挂着水珠的可乐，还有冰块。嘶！周围响起了无数道吞咽口水的声音，那可是冰可乐。在断电2天的炎热夏天，这玩意儿比黄金还诱人，连那个黄毛小头目的眼睛都直了，喉结疯狂滚动。他推开人群，带着10几个手下围了上来，手里的砍刀敲得啪啪响。哟，哪来的小白脸？懂不懂规矩？黄毛贪婪地盯着那一箱可乐。这地界归猛虎帮管，想摆摊，把东西全留下，车也留下，人滚蛋！沈宇没看他，而是低头看了看表。这位顾客，请注意你的态度，我们是正规企业，只接受交易，不接受抢劫。交易？黄毛哈哈大笑，老子的刀就是货币，兄弟们，给我抢！10几个暴徒像饿狼一样扑向卡车，苏红下意识的就要拔枪。别动！沈宇按住了他的手，淡淡道：“让经理处理一下业务纠纷。”他转身对着后车斗那块巨大的帆布拍了拍 ：“No.001，有人想零元购。”帆布猛地被掀开，一个巨大的阴影瞬间笼罩了冲在最前面的黄毛。黄毛抬起头，笑容凝固在脸上，他看到了一张青紫色、肌肉纠结，如同恶鬼般的巨脸，
新任 No.001慢慢站直了身体，3米高的身躯像一座铁塔，遮住了早晨的阳光。他身上穿着一件由2件 XXXL 号雨衣拼接而成的工服，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木牌，销售经理物理后 No.001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，声浪夹杂着腥风，直接把黄毛的发型吹成了中分。这是什么怪物？黄毛腿一软，还没来得及跑 ，No.001伸出蒲扇般的大手，一把抓住了黄毛的脑袋，就像抓起一个篮球，只要他稍微用力，黄毛的脑袋就会像西瓜一样爆开。停！沈宇适时开口，别捏爆了，弄脏了我的地毯。No.001立刻停手，但依然把黄毛提在半空，像拎小鸡一样晃了晃。周围的暴徒们吓得魂飞魄散，手里的刀当啷当啷掉了一地。这可是变异体，平时遇到都要绕道走，这小白脸居然养了一只当宠物。沈宇走到悬空的黄毛面前，微笑着推了推眼镜。现在我们可以谈交易了吗？黄毛裤裆湿了一片，疯狂点头。谈，爷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沈宇挥挥手 ，No.001随手一甩，把黄毛扔进了垃圾堆。沈宇转身面向那些目瞪口呆的难民和幸存者，拿起了扩音器。本店不收人民币，不收黄金，只收金盒，1枚普通金盒换2包方便面，1枚变异金盒，如果有的话，换1箱可乐加1只烧鸡。另外，沈宇指了指远处游荡的狮群，我们也长期收购原材料，只要你们能把活捉的丧尸捆好送到我这里，1只丧尸换1瓶矿泉水。人群炸锅了，这简直是慈善家，而且他居然还要活的丧尸。我要换，我有2个金盒。一个幸存者哆哆嗦嗦地掏出2枚带血的晶体，给他面。沈宇示意苏红收钱发货，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，场面瞬间火爆起来。那些原本被猛虎帮欺压的幸存者，此刻像是疯了一样，争先恐后地拿出自己藏在大裤衩里的金盒，甚至有几个胆大的已经把目光投向了远处落单的丧尸，手里拿着麻绳，眼神比丧尸还绿。在沈宇的公分体系激励下，丧尸不再是恐惧的源头，而是行走的矿泉水。远处的体育馆2楼看台上，猛虎帮的老大，一个穿着红色皮衣，手里玩弄着一团火焰的男人，正阴沉地看着楼下发生的一切。这小子是谁？火焰老大冷冷问道。敢在我家门口抢生意？老大，旁边的小弟汇报道。那是红星纺织厂的人，听说他们那边有店，还养了一群丧尸干活。养丧尸？火焰老大眼中闪过一丝嫉妒和贪婪。有意思，那个大个子变异体，如果能归我控制……他捏灭了手中的火焰，露出了残忍的笑容。传令下去，今晚突袭纺织厂，把那个变异体抢过来。把那个小白脸烧成灰。夜幕降临，红星纺织厂内灯火通明。经过1天的招聘，工厂的生产线再次扩容。沈宇今天这趟外勤不仅赚了1大袋金盒，足以把精神力升到 LV2，还顺手抓了20多只壮年丧尸回来。缝纫机车间已经坐不下了，沈宇指挥着那几个带着脚镣的人类实习生，在隔壁车间组装了一排巨大的木质滚轮，类似仓鼠跑轮的那种。这是他为新员工设计的2号发电机组。5只丧尸被赶进一个大滚轮里，为了追逐挂在前面的生肉，其实是仿真塑料肉，涂了点猪血，他们只能不知疲倦地奔跑，效率比缝纫机高了3倍。沈宇站在2楼的办公室落地窗前，俯瞰着这欣欣向荣的景象，满意的抿了一口红酒。老板，苏红推门进来，神色凝重。No.002保安丧尸在巡逻时发现了情况，工厂外围有大量热源靠近。猛虎帮，沈宇并不意外，来得比我预想的慢了点。对方有异能者，苏红有些担忧。那个老大是火焰系异能，破坏力很强，我们的围墙防不住火攻。沈宇笑了，他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光盘。苏主管，你知道在工厂管理中应对火灾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吗？苏红愣了一下，灭火器？不是让纵火者自己变成燃料。沈宇放下酒杯，眼中闪过一丝寒光。既然他们想玩火，那就给他们降温。启动 B 方案。工厂外，火焰老大带着50多个全副武装的手下，借着夜色悄悄摸到了围墙根下。都听好了，老大压低声音，那个变异体一定要活捉，其他的丧尸全烧了，冲进去。是。老大深吸一口气，掌心猛地爆发出一条2米长的火龙，轰在紧锁的大铁门上，轰！高温瞬间融化了锁芯。杀！猛虎帮的暴徒们挥舞着武器，像潮水一样涌进了厂区。然而，迎接他们的不是惊慌失措的尖叫，也不是丧尸的反扑，是一片诡异的空旷。偌大的前院广场上，只有正中央放着一把孤零零的椅子，上面坐着一个人。沈宇，他翘着2郎腿，手里拿着那个扩音器，身后是一片漆黑的厂房，安静的可怕。晚上好，各位。沈宇的声音在空旷的厂区回荡。未经预约夜闯民宅，根据审视安保条例，我有权向各位收取精神损失费。小废话，给我使！火焰老大根本不听这一套，抬手就是一颗硕大的火球，直奔沈宇的面门而去。火球划破夜空，带着灼热的气浪。就在火球即将吞噬沈宇的瞬间，呼！黑暗中突然飞来一块巨大的门板，没错，是一整块拆下来的防盗门板，像盾牌一样挡在了沈宇面前。砰！火球撞在门板上炸开，火星四溅，却没能伤到沈宇分毫。紧接着，那个巨大的门板被移开，新任 No.001销售经理站在沈宇身前，手里抓着那块被烧黑的门板，眼神呆滞地看着火焰老大，仿佛在看一个打火机。给我上！激活那个大家伙！火焰老大怒吼，几十把土枪和弓弩同时开火。但就在这时，广场四周原本漆黑的地面突然亮起了刺眼的地灯，滋滋滋，那些早就买好的高压水枪喷头，连接着消防栓和水泵，猛地喷出了强劲的水柱。但这并不是普通的水，水里混合了大量的工业强力胶水和辣椒面。啊！我的眼睛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粘！暴徒们瞬间乱作一团，胶水让他们寸步难行，辣椒水呛得他们眼泪鼻涕直流。就连火焰老大的火球，在遇到这种特制液体时也瞬间哑火，冒出阵阵黑烟。baby！ 老大怒吼，
有种出来单挑。单挑。沈宇站在 No.001身后，推了推眼镜，露出了关爱智障的眼神。我是老板，不是打手，哪有老板亲自下场打架的？他打了个响指，小的们，团建时间到了。随着他的指令，周围的阴影里走出了30只身穿防火服，其实是裹着湿棉被的丧尸员工，他们手里拿着不再是扳手，而是更长的防爆钢叉和捕捉网。这是沈宇为了活捉劳动力专门培训的战术，全部抓活的。沈宇冷冷下令，尤其是那个玩火的，正好2号锅炉房缺个点火的人。No.001发出一声咆哮，将手里的巨型门板像飞盘一样扔了出去，直接砸倒了一片人。然后他迈开大步，像一辆坦克冲进了人群。不，别过来！火焰老大惊恐地看着那个巨人逼近，拼命催动异能，但在 No.001那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他的小火苗简直就像是风中的蜡烛。No.001一只大手直接捏住了他的脑袋，把他整个人提了起来。战斗仅仅持续了5分钟，猛虎帮全军覆没，除了几个运气不好被 No.001不小心踩断气的，剩下的45人全部被五花大绑，整整齐齐地跪在了广场上。沈宇拿着一根教鞭，像检阅新兵一样走过他们面前，啧，素质参差不齐。他停在火焰老大面前，此时的老大鼻青脸肿，一脸的胶水和辣椒面，狼狈不堪。你想怎么样？老大颤抖着问。要杀要剐？杀！沈宇摇了摇头，一脸痛心疾首。年轻人，不要总是把打打杀杀挂在嘴边，现在是文明社会，我们要讲究资源的循环利用。他拍了拍老大的脸，恭喜你通过了面试，鉴于你的特殊才艺，沈宇指了指远处那个巨大的冰冷的锅炉房烟囱，特聘你为高级锅炉工程师，负责给全场提供24小时热水，如果水温低于80度，我就把你扔进滚轮里去喂丧尸。火焰老大两眼一黑，直接晕了过去。沈宇转过身，看着满地的俘虏，张开了双臂，那是拥抱财富的姿势。苏主管，通知后勤部，明天开始我们要扩建第3车间了。清晨，红星纺织厂的烟囱里久违地冒出了袅袅白烟，不同于以往那些燃烧煤炭排出的黑烟，这股白烟带着湿润的水汽，在寒冷的空气中迅速凝结。2号锅炉房内温度高达40度，昔日不可一世的猛虎帮老大，现在工牌号为 H006，H 代表 Human 人类员工的王烈，正赤裸着上身，大汗淋漓地蹲在巨大的锅炉口前。他脖子上戴着一个沉重的铁项圈，链条的另一端拴在一根承重柱上。王烈颤抖着伸出双手，掌心涌动着暗红色的火焰，源源不断地输送进炉膛。没有煤炭，它是唯一的燃料。滋，旁边的压力表指针微微颤抖，指向了标准红线。保持住！一个冷漠的声音传来。沈宇手里拿着一个红外测温仪，对着炉壁扫了一下，眉头微皱，水温85度，比标准低了3度。王烈，你在偷懒吗？王烈满脸黑灰，眼窝深陷，带着哭腔哀求道：“老板，沈总，我真的不行了，我的异能快耗干了，能不能让我歇会儿？我想喝口水。”沈宇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，他指了指旁边站岗的 No.001，那个3米高的变异体。No.001手里正拿着一根巨大的钢管，那是他的督导棒。他呆滞地盯着王烈，只要老板一声令下，他就会把这根钢管像敲钉子一样敲在王烈头上。看看你的同事。沈宇指着车间窗外10几只丧尸正在雨后的泥地里搬运沉重的钢材，他们浑身是泥，有的胳膊都磨烂了，但没有一个停下来，更没有一个喊累。他们工作了24小时，只要了一点润滑油，而你才干了3个小时就要喝水。沈宇摇了摇头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作为全场唯一的高级技术公主，你的觉悟连普攻都不如，扣除午餐的1半肉量。别啊，沈总！王烈崩溃了，为了那半块午餐肉，他只能咬牙切齿地压榨体内最后一丝异能。掌心的火焰猛地窜高了1截，轰！锅炉轰鸣，热水顺着管道奔涌而出，流向工厂刚刚改造好的公共澡堂和供暖区。沈宇满意地点点头，转身走出闷热的锅炉房，外面的空气清冽寒冷。工厂大门口此刻已经排起了一条长龙，那是附近的幸存者。自从沈宇打垮了猛虎帮，并放出了沈氏重工提供热水澡和充电服务的消息后，方圆5公里的幸存者都疯了。在这个连喝水都困难的末世，能洗一个热水澡，简直是帝王般的享受。别挤，都别挤。苏红穿着一身干练的作战服，腰间别着枪，指挥着几个带着袖标的人类实习生维持秩序。洗澡5分钟，1枚晶核，充电1小时，2枚晶核。想租住安全集装箱的去左边登记。一个浑身恶臭、头发打结的幸存者，颤颤巍巍地递上1枚沾血的晶核，换到了一张木质的澡票。10分钟后，当他红光满面，浑身冒着热气从澡堂里走出来时，周围排队的人眼睛都绿了。太爽了，真的有热水！那人几乎要哭出来，我还以为这辈子都要烂在泥里了。沈宇站在2楼的露台上，俯瞰着这一切。他的工厂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堡垒，而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器。丧尸负责发电、搬运、安保，人类俘虏负责烧锅炉、清理卫生、技术维修，外部幸存者负责提供晶核、货币和原材料。活丧尸，一个完美的、闭环的、极度剥削的生态系统。老板，苏红走上露台，手里拿着一本账簿，神色有些复杂。今天的流水破纪录了，收到了300枚晶核，还有50只活体丧尸。他顿了顿，看着沈宇的背影。但是把那些俘虏当牲口用，是不是有点？沈宇转过身，阳光照在他金丝眼镜上，折射出冰冷的光。苏主管，你看下面。他指着围墙外，那里依然有零星的丧尸在游荡，还有几具被啃食的只剩骨架的人类尸体。在外面，人是食物，在这里，人是耗材。沈宇淡淡的说道：“耗材虽然有损耗，但至少还能发挥价值。作为管理者，我们是在挽救他们的生命意义。”苏红沉默了，虽然理智告诉他这是歪理，但看着澡堂门口那些幸存者脸上久违的笑容，他竟然无法反驳。在这个地狱里，秩序，哪怕是邪恶的秩序，也比混乱强1万倍。